现在我们来到了卡拉克巨石岭，噔噔噔噔，后面就是巨石岭。这些巨石是在6000年以前由新石器时代的人这样子排列组合在这里。那么当时他们为什么要把石头排列成这个样子呢？这可是比埃及金字塔更神秘的一个问题。朋友们提个问题，看一下这后面哈，你们觉得这是坟墓呢，还是水井？1、2、3，我公布答案。我们今天要去探索布列塔尼的巨石林。巨石林如今是法国著名的旅游景点。巨石林是著名的史前遗址之一，被誉为欧洲最重要的巨石文化遗址。这些巨石林的遗址分布在布列塔尼不同的地方，虽然这些遗址形式各异，但都展现了史前人类对石材排列的惊人的能力和深远的意义。布列塔尼巨石林不仅是考古奇观，也是布列塔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巨石林分布在布列塔尼北部地区许多地方，它有5个主要集中地。今天我们主要探访它最主要的遗址卡拉克巨石林。现在先要去看的是它一个比较小的遗址，这里它的石头排列像一个圆圈，可以随便进去参观。Ja, nicht von hier. Die sind von hier. Hier von der Gegend halt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鹰。今天我和本尼来到了布列塔尼的巨石阵，哒哒哒哒。这据说有可能是史前的石器时代的产物，那距今就超过1万年了。当然哈，有的也说哈，它可能是公元前5000多年建造的，那也就是说跟古代埃及的那个金字塔建造的时间是差不多的。具体怎么样，因为不知道，所以显得非常的神秘。它很奇特的是哈，这些石头在这个地方它成了一个圆形，在这个地方有点像排兵布阵一样的。有的人也说哈，这个是为了引导外星飞船在这里降落，具体怎么样真的无从考察。在布列塔尼啊，这样的巨石呢有3000多块，曾经高峰的时候呢有1万多块，但是后面慢慢的有人把这些石头弄来建房子啊、切烟囱啊什么的，所以现在这个石头就比较少了。看到布列塔尼的巨石阵啊，有没有想到英国更著名的巨石阵？因为英国的巨石阵已经被评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。其实呢，布列塔尼并不是自古以来都属于法国，它曾经是跟英格兰在一起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巨石阵呢，也让我联想到了英国的巨石阵。英国的巨石阵呢，它的强势在于啊，它那个造型特别的大，特别的巨大。但是呢，这布列塔尼呢，它的巨石阵呢，就在于多。你看这样子直直的矗立着的石头，绝对不是天然处在这个地方的。这石头处在这个田间地头很突兀。哎，这块石头尖尖的立在这个地方，看起来立不稳，哎，它就立得稳了。现在我们要去看布列塔尼巨石林中最著名的2个景点，第一个是巨石阵，第二个是巨石林。可是路上遇到了大雨，房车淋得很脏，所以我们还要先去把房车洗一下。又到前面这个小镇去洗车吧。很多人在沙滩上散步，我还在房车里面呢，本尼已经开始洗房车了啊 ！OK， 弹射出来。现在本尼在这里自助洗房车，我去超市买菜采购。今天啊是星期五，居然这个超市给我吃了一个闭门羹。
看来今天是法国的什么节日，所以呢，这些超市都不开门。这边小轿车就可以自动洗车，但是我们房车这个位置太高了，必须要自己那个动手洗车。Brauche ich Sie etwas helfen? Mit dem Lumpen noch nach. 今天早晨啊，我们所在的位置呢，还是看起来要下雨的样子，阴天，一路上也是雾霭茫茫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才开出来了40几公里，我们就走进了阳光。这就是房车生活的好处，我们可以去追逐阳光，追逐自由，这也是我们喜欢房车生活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。今天这个停车场哈，在旺季的时候呢，它是收费的。但是呢，现在已经是11月2号了嘛，所以现在已经是那个停止收费了。这就是旺季的时候自动收费的这个设备，现在已经包裹起来了。这个停车场啊，离卡拉克什宁非常的近。Sollen wir heute die Runde machen? Dann können wir morgen die machen. Ja, kann man. Dann machen wir heute die. 其这附近呢也有2条徒步线路。今天呢，我们已经是下午3点半了，就走一条短的徒步线路吧。今天的停车场啊，就在这个森林里面。你看旁边都是非常高大的树木，简直就像是一个天然的氧吧。这里挺舒服的，也很安静。OK， 右边这条徒步线路呢，只有1.2公里远。那我们今天走这条路吧。明天走左边这个，左边有2.6公里，都挺漂亮的。这里还有一个栏杆，现在是开放的，那我们就可以走进去。因为在这个石林啊，它是散布在田野里面的。这里呀，也可以坐游览车参观，因为左右的话呢，总共加起来有3.8公里。有的人呢，他就喜欢坐车来参观。我们就觉得在这个田野里面哈，这样子有花有草的，这样子徒步也很舒服啊，不需要坐游览车。因为这些石头哈，它是散落在田野里面的。你看这边呢，其实就是左边这已经有石头了，但是这边的这个石头哈还不是很高。我们先继续往前走吧。这条徒步线路真漂亮啊！你看到处都是鲜花呀什么的。哎呀，这样子出来走个1-2个小时，真的很舒服。这些石头啊，看起来就像是天外来物。田野里。Früher keine Arbeit gehabt, jetzt haben sie alle die Steine. Blödsinn. Ja, aber wirklich. 到这边来看卡拉克的游客啊，还挺多的。卡拉克巨石林，它不是以它的石头的造型而闻名。而是以它的这个石头的排列组合、整齐规划而闻名。这就不像是天然造成的，这肯定是人或者是神故意这样子排列的石头。这呢，导让我想起来中国古代的传说哈，就有点像点石成冰，这些就像士兵一样。整整齐齐的排列在这里，这远看哈就挺整齐的，走近了看呢就成了一块一块的石头了。这里是卡拉克巨石阵。大家好，我是老鹰，我们现在在法国布列塔尼的卡拉克巨石林。这些巨石林建造于6000年以前，当时是新石器时代。但是呢，至今也不明白当时为什么要建造这些巨石林，而且它们都是非常有规律的排列在这个大地上，非常的神秘。有的人甚至说，这些巨石林比埃及金字塔更加的神秘，而且现在正在申请世界物质文化遗产。这里还有巨石博物馆，也可以坐游览车游览卡拉克巨石林。停车场周围啊，这几排巨树挡住了周边的风，
我们刚刚在外面参观的时候哈，觉得还挺冷的。一走进停车场这边，我们就觉得啊，这里头好暖和，没有那种冷风，好舒服。哦，今天晚上邻居还是一个依维柯大卡车改装的房车。我现在才发现这个有窗户，有空调，窗户上还加了那个防蝇网。哇，这个空间大呀！能开卡车的旅行者真牛啊！今天啊，我们依然在法国的布坦尼亚的克拉克，我们要去看克拉克巨石林。在克拉克这边哈，它是有2条参观巨石林的徒步线路。昨天呢，我们走的是左边那条1.2公里的线路，今天呢是往这一边走，它是2.6公里的徒步线路。这边的这个徒步线路哈，它修的是很美的。看，它是这样一条线路，啊，很舒服。虽然天气不好哈，但是还是想去走一走。就是今天没有太阳，明显的气温低了很多，所以我们全穿了薄羽绒服了。今天呢有2个参观重点，一个呢就是原来哈巨石做的这个坟墓，现在呢这些人呢在这个巨石坟墓上面哈建了一个教堂，这个是很特别的。完成这个地方的徒步就好像是在森林里面徒步一样的，这些树啊就是常年不见阳光，树干上呢都长满了这种藤蔓，你看好好看啊。现在去的是第1个景点，但是这条徒步路线倒是非常让人喜欢。现在终于走出了密林，很神奇的山包包上一座石头房子，这就是原来的这个锥形的巨石坟墓。然后呢，现代人呢在这个顶上哈修了一个教堂。In Dänemark auch schon gesehen von den Wikingerkönig, wo wir waren, die 2. Aber die sind vor 1000 Jahren gemacht worden, oder vor 800 Jahren. Und der ist vor 5000, zwischen 5 und 6000 Jahren. 我们看到后面哈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教堂，然后呢这里好像是一个很平常的小山包，但是呢当我们知道它后面的历史啊，那么就会为之惊叹。看我身后哈这个小山包，它像一个四锥形，顶上是平的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山包，上面有一个小教堂。 No， 这个小土堆它可不寻常，它是在我们现在推回去7000年以前修建的，而且呢里面呢是用石头做的，给古人的一种坟墓，然后呢外面呢是用土堆成了一个平台，所以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而且在这个封土里面哈，挖掘出的坟墓里面是有发现了那个珍珠项链，它是有文物的。过去是可以从这个门进去的，后面在文物发掘工作中发现里面的结构不是很牢，怕他们这个石头架子会垮下来，所以现在是不能进去了。朋友们看后面这个土堆哈，一个四锥形的土堆，看起来很普通，可是当你知道它是7000年以前由新石器时代的人建造的石头坟墓，那你就会觉得它不简单了。而且哈，这种用封土建立坟墓的这个思想哈，几千年以后传到了中国，秦始皇的坟墓就是这样用封土来建造的。你说这个世界神奇不神奇？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它联系得非常的紧密？而且哈，在2000多年以后，在埃及法老们建立坟墓的时候，也可能是传承了这里的思想。他们呢是用石头在大地上垒起了一个四锥形的坟墓，很可能呢这个世界过去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更紧密。朋友们提个问题，看一下这后面哈，你们觉得这是坟墓呢，还是水井？1、2、3，我公布答案。这个是1810年修建的一个水井，你看，嘿，这里面现在都还有水呢。老井。现在去参观巨石林。这边现在也免票了，是因为季节性原因吗？不知道。现在进了石头的迷魂阵了，
哒哒哒哒。这里就是过去新石器时代这些人哈建的石头坟墓。看哈，这是它的外围，这是它里面。这里就是卡拉克巨石林，它由1029块巨石组成，规模非常的壮观。这里也是世界上人工打造的最密集的巨石群。石头啊是最整齐的。而且相对来说哈，这也是最大的一圈石头。你看，我就感觉哈，就很像是一排整齐的士兵排列在这个地方。现在已经不知道哈，在7000年前哈，这些新石器时代人把这些石头排列在这么整齐是干什么的？如果在中国一定会有神话传说，就是天兵天将，这就是当时的士兵化成石头站在这里。不过呢，新石器时代哈，当时还是各个部落的话呢，它是不可能会有几千士兵的，所以呢，现在感觉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神秘。我说哈，这一排一排的这个几千个石头，就好像是新石器时代的人给现代人摆的一个迷魂阵。但是呢，今天我发现哈，法国人给我们游客也摆了一个是迷魂阵。因为呢，现在呢，我不知道这一块地方，这是参观最中心的巨石林的地方，到底应该买票呢，还是不应该买票？因为什么呢？他们在有些路上啊，它是设了那个 verboten， 就是禁止进入的这个标志。但是呢，你从另外一个没有禁止的路口走进去，又能绕过那个被禁止的那个路口，所以到现在我就不知道。刚刚呢，我就等了一下，等到当地的法国人他们走进了巨石林，我跟本尼两个就跟着走进来了。啊，这里还修了这么好多徒步的路，左右两边说不上是巨石林哦，小石林。原来呀，这里修步道，把这个地方围起来，不是为了保护这些石头，是为了围住这些羊。Du hast vorher schauen, das schauen. Deine Abendessen. Wow, 这个羊毛好厚啊！这是已经换了过冬的羊皮袄了。从这个观景平台上可以看到整个巨石林、巨石阵和巨石墓。站在这里啊，能够那个位置就是7000年前的古墓，那个小教堂还可以看得到，那个地方是当地最高的一个点儿。哦，这个地方很好，还有尿素卖，今天可以正好把尿素也加了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终于要离开法国的布列塔尼了。下一步，我们将进入法国的波尔多。我们将在波尔多参观葡萄酒庄，也将去寻访传闻中的马云和赵薇在波尔多的酒庄。朋友们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谢谢观看。OK， 加尿素啊，也有那种买桶子自己加，但是不方便。这种有枪可以加的那个尿素是最方便的。